累了充充电，来瓶外星人。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独家冠名播出。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彩蛋。名侦探俱乐部，打开芒果 TV 会员频道，开魔盒，畅玩真心典藏卡。本季大侦探设置侦探排名榜，每期由代理会长根据游戏结果发放由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玩家根据徽章数量进行排位。最终侦探排名前4的玩家将获得本季名侦探俱乐部闪耀侦探称号。侦探徽章结算规则如下：单期投凶时，侦探可以在2轮各投出1票，共计2票。侦探助理及其余玩家可在第2轮各投出1票。若检举凶手成功，投票正确的玩家各获得1枚徽章。侦探若2轮都投对，则额外获得1枚徽章。若检举凶手失败，则真凶获得6枚徽章。此外，每期将由内投选出1名 MVP 玩家，代理会长可投2票，玩家每人可投1票。MVP 玩家将额外获得1枚徽章。代理会长作为侦探排名发起人，拥有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的发放权，不参与最终排名。上一集，在有风村巡逻队照常对村子周边进行巡逻时，又是平淡的一天。嘿，什么？是那儿着火了？不料，却在有风小院附近的山下陡坡处，发现一辆汽车正在燃烧。大火扑灭后，竟发现烧毁的汽车内有一具尸体，惊现一具男性尸体，全身被大面积烧伤。事故原因不明，经过初步排查，凶手就锁定在有风小院5人之中，他们分别是何千万、浩迷、星星、荣巴拉、张不脱。所以大家看到的风女人就是我荣，是吗？不，我1号因为被你撞见了，我就再也不能再去了。我5号看到，3月5号那天只有我和真去夜爬的时候看到的疯女人，所以他在5号再去看见的人不是我了。3月5号出现的疯女人究竟是谁？她和真又有怎样的联系？车祸案肇事者另有其人，爆料网友叫黑婉，偷拍我，然后揭露到网上的就是真呢？真是如何知道银标车肇事真相的？大火是意外还是设计？最终杀害真的凶手到底是谁？案件扑朔迷离，等待玩家侦破。经过分析与讨论，各位嫌疑人的杀机依次显露。今天要搜身是不是？有请搜。你搜我干嘛呀？你搜我干嘛呀？我搜你吧，然后你看一下，这是个脑子对不对？来，自己交出来吧。我没有，交出来吧。我没有。来，我偷男生啊，我偷男生。这么多的兜，难免藏一点东西啊。行，钥匙，哪儿的钥匙？应该是有用，对不对？你先拿着吧。这是个什么钥匙呀？你身上是不是有锁呀？哎，这把钥匙，看这把锁呀。嗨，我把锁给你。什么东西啊？我真有钥匙啊！哦，对，他房间有一个箱子，还有啥？哎，箱子，我需要找钥匙。您不会也有3把？我身上，我拿给你。又一把钥匙。哦，这，我对侦探的祝福。哎呦喂，我就知道，那我搁起来了，好嘞。他们怎么能这样呢？我受够了这一我也受够了。来吧，先开哪个？我好奇张不脱。Jump to，占不脱，你今天脱不了关系，对不对？
你的锁在哪儿呢？对方回复说够抓马，够刺激，先转4W 买下剧本大纲。这个时间点是3月15号。哦，这个是吧？哦，床下边。你真棒！哎呦，他买东西了。是什么？收件人卡皮巴拉是你的快递是吗？不是，这不是你？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虽然我对他的滤镜碎了，但是我必须得说不是他。不是我，里面是这个蘑菇的碎片。蘑菇啊？这里有张纸，哟，对了，姓名张不脱，诊断时间3月19日，症状亢奋，脑袋空空，看不懂字，写不出句。结论哈，患者蘑菇中毒。这个使用者主要他是有阅读障碍，连续使用5天会变成文盲。哎，这字儿不是念仗玉吗？你现在阅读障碍了？我已经看不进字儿，写不出句。这个菇叫茫茫菇，就是吃了之后会让人变成文盲。那我是一个编剧，我最害怕的就是变成文盲。而且现在马上就要处于 YJ 公司让我交稿的这个 deadline， 从18号开始，我在这里面制造了各种巧合，你们也发生各种故事。可是我把它变成文字的时候，我一个字也敲不下去，我也什么都想不出来。然后我就查了一下，然后确诊我是被下毒了。你从此感觉特别的释然，因为之前写不出来，是因为没有才华。现在写不出来是因为有药，因为人下毒了，无赖我。从此原谅了自己，治愈了自己，再也不怪自个儿没有才华了。你找到这个毒的来源了吗？我找到了，是这样的，这个收件人叫做卡皮巴拉。因为我找到了这个残留的件儿里边，然后是这个菇嘛，跟诊断上对得上，然后我就知道有人给卡皮巴拉寄了这个东西，所以我就在找到底谁是这个卡皮巴拉嘛。然后我就在19号，我就蹲在门口，我盯着那个收快递的人，然后这时候就看到真就拿了一个新的快递，寄快递，然后快递员说：“你是卡皮巴拉吗？”是。还要害你。大家吃完烧烤之后，我留他做了个采访。采访的时候，他状态不是特别好，就是我问他，他就说我听不懂你想问什么，就愤然离席了。你那个意思就是说，真给你喂了那个药，他希望你写不出来，因为他知道了他的写作大纲，他写了一个人物小传，真写了一个烂编剧，知道的太多了。对，我会写出他的真相。对这杀鸡啊！因为我吃了3天，症状没那么严重，所以我呢就是对等报复，就他让我变文盲，我就让他变文盲，所以我也给他下了这个文盲菇。对，所以他也吃了。对，我给他下在网上查了一个，我已经看不进字儿，写不出句。马上就要处于 YJ 公司让我交稿的这个 deadline， 这杀鸡啊！我呢就是对等报复。
找线索，找线索。我们来耗这波。耗。哦，这个箱子。係咪就呢個啦？来，开箱。你那就没了哈，你没有要杀他，你要让他变文盲。我没有要杀他。我现在还是那个 deadline 对我来说更重要，我对他只是对等报复就行。哎，因为刚才我们侦探助理说了一个特别浪漫的一个，我们猜测是您因为把他写死，他是你故事里的大反派，对而大反派一定要死，一定要死，然后死完之后，你看又要发生哦，就是我的故事就可以结局了啊，写他死后的故事。不，死完之后你又可以接着看别人是什么反应，然后又把这些又用几个续。我好难受，你开这个箱子开了一半。没事没事没事，哥们儿，侦探就是这个。突然开始开箱子开一半，开始开脑洞。我是不是吃蘑菇了？嗨，没事。来来来，哎呦！哦，你是那个疯女人。什么？疯女人。所以你是我见到的那个疯女人，对不对？是的，我是5号。是这样的，因为呢，每到了晚上呢，我就对小右的这个思念就会加深，所以呢，我就会穿上她的衣服。我在镜子里看到她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好像就跟她在一起了，我可以跟她对话。我会去到树林边，然后去玩这个球的游戏，或扔沙包的游戏。因为我们那会儿一直都在玩这些游戏。他这句话写的，就是他站在湖边，与水中的小右一起分享每天故事，开心极了。我还带了沙包和弹力球一起玩，好像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不过白天这样出去可能会吓到别人。还是知道的。好清醒。他真的应该到这上来治愈一下。不是，我其实仅在于个人晚上才会有这个表现，就是我其实没有那么的抓嘛。你现在你的说你抓马，咱们再分析一遍，你喜欢穿你以前女朋友的衣服，晚上去跟她聊天，你觉得这件事没有什么可抓马的？他觉得很正常这件事。你没有遇到疯女人吗？我没看见啊，一直有人跟我说疯女人的这个传说啊，但是我一直都不相信，因为你就是那个疯女人。你比我疯多了。我觉得我的剧本有救了。哇，你这能卖好几百万册，太厉害了。3月5号的时候，我就出去了，我到了树林旁边，刚到那儿之后呢，我发现了有动静，然后过了一会儿，就有人向我扔了东西。幸好因为我长时间打篮球啊，我身手矫捷，一个闪避，然后我就避开了。但是呢，我瞬击我就拿了一个东西起来，咵嚓啐了他，然后他被击中了。哦，你打了一个人，击中了他之后，然后我就发现人就不在了，然后我就后来就回来了啊。所以3月5号的时候就是真受过袭击。颠簸是3月5号那天，只有我和真去夜爬的时候看到的疯女人，在我们边上穿着白衣服对我们手舞足蹈，我们向她扔了一个泥巴。今天哈，主要是今天这疯女人。今天这个疯女人可就不是我了。那个疯女人是谁呢？那你11点左右那个时间点在干嘛嘛？我一直在房间。
走走哈。那个架子下面是不是有东西？哦，姓冯儿。我们来测一下，他是不是有阅读障碍？来，就这意思，来测一下。你读出来。告五人，告五人，浩先生，儿女托你要我，你托我你委托我们找的佩奇已经找到了。他在车祸后立马回了老家，还收了一大笔钱，有求必应事务所。就是帮顶事儿那姑娘。对，所以他就确定他不是当时真正的凶手。18号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之后，我就拜托了有求必应所嘛。在20号早上8点，我就收到了这个消息。今天收到的。因为佩奇收了钱，他必定是有关系。是。之后呢，我就觉得真跟我跟那个小佑出车祸的事情有着必然的联系。还有一个问题，当他19号的时候告诉我们真忙，他要走了，我当时其实还没有调查清楚到底是他还是佩奇。他的杀机形成的比较晚，他今天才收到，但他已经开始有所察觉。明白，是想杀啊。那你的计划是什么？在17号的时候，我不是看到他在仓库弄车吗？然后当时我看到仓库的那个架子上有千斤顶啊，然后有工具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我想拿千斤顶把那个汽车给弄起来，然后轮胎给卸了之后，它下面会有那个刹车线，把刹车线给磨细了之后，一旦你紧急制动刹车的时候，它就会断开。啊，你准备什么时候？我是想在21号的凌晨啊，就更晚一点。他准备12点之后。因为车被我撬开的时候，它一定会发出警报声的。但是如果说我在凌晨动手的话，警报声响的那一瞬间，我把那个警报线给剪断，其实可能那个如果大家都入睡了，是不会注意到这件事情的。我们再找找看吧。现在我们去哪儿呢？去星星这儿看一下，她是不是今天晚上的那个疯女人。哎，这儿有个东西哎，这里面有一个东西。没问题医院，星星女，26岁，现病史经诊断，该患者具有亚斯伯格症。目前人无法感知和正确的表达情绪，在进行社交互动时无法及时回应他人，建议继续观察并治疗。从1998年到现在，我从小生下来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无法表达我的情绪。我没有生气，也没有开心，但是我其实在某一方面非常有天赋，那是就是在做这个系统方面。然后我妈妈也发现了，我妈妈就送给了我这个我的好朋友，我给她起名叫悠悠。其实我从小到大跟别人无法沟通，我只能跟她沟通，就等于说她是我生命中唯一的朋友。所以你会看到后面有一个 I love you 的那个字样。所以他把你的东西全部都给销毁了的话，那你这个朋友还在吗？就跟杀了朋友一样。所以我就要想办法去恢复，但是这件事情我必须要承认，他是惹到我的，因为他确实是我唯一的朋友了。
所以你计划干嘛呢？呦，有个 U 盘。哦呦，什么 ？USB， 有个 U 盘。U 盘啊，欣欣有优有备份。哦，来了，星星的 U 盘。处处吻有封版。它现在预计完成所有加载需要12小时，现已加载超时，当前进入89%。对。就我知道他删了我的朋友这件事之后，我非常的生气，这是我第一次感到生气，所以我就打算要报复他了。所以我的计划就是我要把这个软件恢复完之后呢，我把它传到我的手机里。然后我在接触真的时候，我再把这个软件传到他的手机里，这样他只要一启动车，这个东西就会生效。它生效就会怎么样呢？这个东西啊，就是一旦你情绪失控的话，路怒症的这个系统就会代替正常人的系统，然后这个车就会无限的加速，所以它停不了。那听上去像今天的事儿啊，但是它没有加载完成，因为它需要恢复12个小时。但是我这个呢，它已经停在89%了。也就是真的车祸不是它那个有封版造成的。对。OK， 来，我们来101。再搜一搜它。找一下，慢一点。哦，这么大哦，这么多东西。开除声明：直播公司员工何先问近日在网络公司的部分行为遭到了广大网友的热议和抵制，为避免影响公司形象，公司决定予以开除。3月19。后面那张，有借有还银行，何先问先生您好，您所持有的有借有还银行信用卡账户每月应该要还的5万已经逾期了，本行多次催缴，至今未收到您的还款，请您早日还款，否则将对您进行相关处理，回收房屋。这是我开始换脸，然后假装还在万人迷合体，然后不就被黑瓦举报了吗？网友们就特别的愤怒，于是呢，我的账号受到了大量的投诉，然后我们公司就彻底放弃我了，就把我给开了。开了之后，等于我在主播这条路上等于走不通了，于是我就变成了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来源，然后又欠了银行钱。我本来还有个房子，但是如果还不了还贷，还不了房贷，吃菇的人越来越多了。所以我等于就是条条大路都通不了罗马了，就是我对这个真产生了强烈的杀机，必须弄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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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个没有到您下手，对不对？下了，找吧！啊，太嚣张了！喂，谁过来抓他一下啊？这人已经疯了，好吗？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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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那是不是开始？
始那个换招数了，他现在装疯。我跟你说，他首先扎别人屁股，这人就不正常。吓我一跳！他也是。啊，你是疯女人，疯女人3号，怎么？这边人有这么多喜欢扮女人的呀？哎，你们怎么那么爱模仿我呀？你们都这么喜欢白裙子吗？你这个有那个有一臭黑。脏啊！对呀，脏的嘛。是这样的，当我想好了一定要杀掉他之后，我就想了一个完美的计划。因为在我们这个有风小院里面，不是有一个疯女人的传说吗？怎么样呢？疯女人又不知道是谁，而且她是疯的，所以如果她做了什么事情，能怪谁呢？肯定怪不到我呀。于是我就在昨天网购了一个白裙子和一个假发，今天就到了。请注意，我是龙位，我有天然的地理优势。我住101，真住102，我直接在这儿，我就可以看到他什么时候出门。对。所以从9点开始，我就在家梳洗打扮，穿上了白色的裙子，戴上了黑色的假发。哎呦妈呀，怪瘆人的！依偎在我的门边，打量他，手上拿着我最爱的伙伴——大锤，我的哑铃。我就拿上我的哑铃，我的计划就是从后面锤死他。啊？就这样啊？就算被人目击，也是疯女人锤的。我在这一直守着，从9点钟守到22点45，我发现他出门了。哦，才出门的。于是我就尾随他到了小树林。这个时候，他打了一个电话，22点50给大肥猪打的电话。重点是，因为他有被害妄想症嘛，非常警觉的回头，他看见我了，吓到了，他以为是上次我扔炸包扔他，他朝我扑过来，把我扑倒在地，所以我的裙子上有脏。更可怕的是，他身上掉下了一把枪。可是，在争斗当中，我拿到了枪，梆梆，黑暗当中就是2枪。你说的自己跟英雄一样。哎，我怎么觉得我在听书啊？梆梆2枪啊！梆梆2枪。请注意，这个时候是11点。11点。他倒在地上，我吓死了，我慌忙过去检查。首先，我用手探了他的鼻息。没有鼻息了。尸体是有2枪的。尸体有2枪。我拿到了枪，梆梆，黑暗当中就是2枪。弹壳我在我们后院的小树林找到的，有2个弹壳，发现弹壳的那个石头边上就有对记，是近距离枪射的。
2枪都中啊！我不知道，我摸到了左胸有伤口，别的地方我没有摸，我没敢。我吓得赶紧擦掉指纹，我就跑回来，换下衣服，瑟瑟发抖，开始锻炼，平复我自己的心情。所以我今天来的时候，我差点以为我是凶手。你本来就是想杀他呀，但我没有杀到他呀。但是你摸他，他不是已经没有呼吸了吗？可是11点02，他打给了小弟，说他遇到了一个疯女人。啊，对。我现在回想起来，鼻息这件事情是因为他有被害妄想症，他是极度小心的一个人，很有可能我打那一枪重伤了他，但是他没有失去意识。当我过去探他鼻息的时候，他屏住了呼吸。因为就算他是昏过去了，他也应该有呼吸，对不对？我现在想说的是，他一定是受了重伤。但他没死，他还打给了小弟。可是11点15分，小弟再打给他的时候，他已经不能再接电话了。对。那么他是自己带着这个重伤开了车，对不对？那再看，那有2个弹壳。小树林在这儿。血迹是在这儿，弹壳是在这儿。我觉得就是2枪打中了。哎，等一下，哎，请问这是什么？有个子弹。哦，有打第3枪，他一共中了2枪，1枪在胸口，1枪在小腹。柱上有个子弹，我拿到了枪，咣咣，黑暗当中就是2枪，我摸到了左胸有伤口，别的地方我没有摸，我没敢。哦。因为他有一枪打树上了，有一枪就打这样了。最后我们看到枪是在车里吗？对，枪是在车里的。找线索，找线索。荣的事情还没有完全被发现。来看荣吧。荣这还有东西吗？翻开这个书，哦，手机。助理，佩奇是你助理？肇事的车主叫佩奇。啊？蓉姐，我已经按照你说的承认了，开车的人是我，一口咬定当时雾很大，打滑不小心撞了他们的。佩奇帮他顶的罪，就是他撞的你。我的妈呀！一切本就自然顺利，自然顺利。他们要多少钱？50万，但是保险只能说出18万，剩下的钱我来想办法。蓉姐，那辆事故车我已经替你领回来了，然后转了20万给他。我花了钱，果然办事效率高，这就是说，好的20万以后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天哪！因为一切本就自然顺利。哎，别，完了，有仇了！别，赶紧走吧，赶紧逃吧，待会儿你也杀身之祸。别！哎呦妈，别！我的滤镜。这个事情你必须得解释一下。在11月11号的时候，我让我的助理，也就是佩奇，
在何千万的直播间买下了100万名车，因为我要显示我的身份的尊贵。别！哎呦妈！别！我就把那个标去做了一个特制的，就是镜面标啊。那也就是说，全世界只有一辆车是银标，是他改的。对，这是我定制的。12月4号早上6点钟，那天是天雾蒙蒙的阴天，我要出门，要到另外一个城市去讲课，我就拉着佩奇就上了车，然后直到了红绿灯，我没有看到已经变绿了。这个时候呢，我后面的那个车就一直在滴滴在催我。他有一个100万豪车停在路中间，但是绿灯了不走。啊，就是你们这个。对。然后呢，我慢慢往前开，谁知道呢？这个车就一下就瘪到我前面来，就伸出手跟我指脑袋，说你有病吧！再一加油就往前跑了，情绪有点控制不住了，一脚踩下去，没有反应。因为已经被系统接管了。啊！然后我又踩了一脚，一下就加速就冲过去，然后我就跟对面的那个车相撞了，应该就是你和你未婚妻的那个车。撞完了以后呢，我也傻了，然后佩奇下去告诉我说2个人都昏倒了。那我想昏倒了，因为就是没有人命，我就说我给你20万，你来顶包。最后呢，判处这是一个意外的事件。然后死者这边呢就要求赔偿50万，就是能用钱解决的事儿，我就全部用钱来解决了。他好坦然啊！我讲问你个事儿，你说。哎，我来了这儿了之后，你肯定知道我是谁。我不知道。你怎么可能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看都没下去看，太狠了。你的车是停在仓库的银标车，对不对？对，当年不是出了这个事故嘛，然后这个车其实是被机构就是收了，就想办法去把这个车得弄出来。弄出来以后呢，我就想把它就先藏起来。哎，所以然后你的车一直就藏在这儿是吗？对。真后面怎么知道的呢？这件事情，真我不知道。3月18号早上，我收到了一个匿名的电话，就是那个声音一听就是经过处理的，就跟我说，通过座椅的识别，就识别出来是我开的。所以他说他有证据，要我给他500万，我就没理。然后18号下午，我看到帖子，就是一下子我慌了。他说让我21号之前必须要把这个钱给他，我说可以，我先给你50万，你把你真正你手里有的证据给到我，我确认了，我给你。17号我看到他进了仓库，我就看见了真盲，鬼鬼祟祟的，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你是到这一刻你还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吗？知道了。后来我就通过一个机构去调查，说那个电话的 IP 是多少，然后就告诉我说那个 IP 的地址就是这个院儿。所以3月19号我就到每个人的房间都去看了，让所有人的门都没有锁的，但是只有真是有锁的。那你们都不是，那就只有真了。那你的计划是什么？我说可以把这个钱给他，我只要人设在，我就能继续赚钱。车里的钥匙还能开，现在那辆车已经烧毁了，无法证明了，对不对？哎，对，你们试着用那个钥匙开过车吗？因为现在它里面的那个钥匙应该是黑标车的，所以逻辑上来讲，它开不了银标车。你的车钥匙现在在哪？我就藏在这儿了，我没有用过这个钥匙，藏在卡皮巴拉后面有。
这儿吧，这个是不是啊？这是我的车怎么拿钥匙。回来的？那车都开动了，怎么拿回来的？这就是我的车钥匙，我把车放在这儿以后，我没有用过这个钥匙。那他怎么能把银标车开走呢？还有谁知道万能车钥匙？万能车钥匙，哦，对，万能钥匙在哪里？我们再去车上找找钥匙吧，因为现在少一个万能钥匙。钥匙在哪儿？在这里，在这儿。黑标车的钥匙，那坏掉了吧？所以万能钥匙在哪？对，万能钥匙。没有啊。再找找。哎呦，这里有个弹壳。好，哦，第三枪。第三枪是在副驾开的。副驾开的。我的妈呀！但是这枪还没把他弄死，他最后还是呛死的。坐在副驾打的对吧？因为弹壳掉在下面。那请问他都撞上了，然后他打他干嘛呢？他不一定。你说凶手跟他一起撞吗？不可能，这边安全气囊没开啊。那请问这个凶手在哪儿打的针？从仓库打的，因为之前车在仓库里停着。对呀、我们去仓库看看呗。我的那辆车不藏在这儿。仓库的门它锁，我刚才看了一下，它暴力撬过。这儿。哦，这被撬过吗？暴力撬过吗？对，17号针就已经撬过了。17号的时候，我看见他鬼鬼祟祟的去弄卷帘门。对啊，他用个万能撬撬过。万能撬啊！所以这个卷闸门是随时任何人都可以开。他已经崴他了，而且知道坏掉的人，有人直接目击，就是浩。哦，看一下那里边。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都是大快递、小快递。请问这是血迹吗？哎，你看，哇，哇，好大哇！但是弹壳在副驾呀，所以那枪应该是在车上开的。对呀所以这个还是前一枪的血迹嘛。前面的嘛。对。所以他自己走回来了。哦，他为什么要走回这儿来呀？他应该开自个儿车去。那个杀人犯，我觉得应该是逼着他进这车的。说你给我进来，进这车里待着，然后就是类似这种。就是被人逼着回来的。如果真不是被逼的，那他怎么打得开银标车？就是你呀，荣。不是我。不是荣的话，那就是真带了万能钥匙。哎，这个找到过没有啊？那什么？便携式充电钻，哦，这是电钻了。易燃油，易燃油用过。
直接死因是着火。凶器。哦，厉害哦，小虎。这个是什么蜡？密封蜡。一旦粘住，密不透风，高温立刻融化。密封。这是什么？买本装置会送一个牢不可破胶，胶就是用它来粘这个。一次性弹出器使用说明书，按压挡板，伸缩杆弹出不可收回。按压挡板，伸缩杆弹出不可收回。它的刹车的那个，哦，就是它踩一下木质挡板，这个刹车就被顶住了，踩不动了。对。哦，这个弹出器就是粘在刹车上的，造成刹车失灵。因为是木质的，所以车里着火就烧完了。太漂亮了，厉害，好样的，婆。对。好谱，好谱。这个是谁的快递呀？没有这个信息。荣，是不是你那工具？不是我。那银标车就还是真自己开走的。啊！不是，这车不是有毛病的吗？真也知道这车有毛病。对。他为什么要开这个呢？我还是没有明白第3枪为什么要打。我们是不是应该去真的房间再找一找？走吧。这102。我什么东西啊？这儿还有个快递，还有一个快递，什么快递啊？手枪说明书。啊？手枪还能快递啊？这是什么快递公司啊？能告诉我吗？怎么可能送这种东西呢？对呀，这是什么快递公司啊？黑市偷偷打。哎，没毛病。手枪说明书。易于操作，防身效果好，自配消音器，隐秘安全，避免放置于高温环境下。它就是高温的时候会自己崩啊。第3枪是在副驾开的。我还是没有明白第3枪为什么要打。他是那一枪不是人打的，是高温之后他自己打的。自己打的。所以那一枪其实是一个意外，走火。收货日期是今天。对，他是买来防身的。想防身，买了一把枪，自己中2枪。不买这个不会死得这么快，每一发子弹都是冲自己打来的。再找找看，有东西吗？哦，有个东西，这儿。什么 ？iPad。啊？开了。这个起得账。11月11号，100万豪车，它其实是有那个车牌的编号的。触触稳内侧版。它有一个内侧版，是所有的这些装过内侧版触触稳的记录。真说数据我来想办法搞定，争取把项目赶紧定下来。
12月4号，就是我们出事的那天。出问题的是04号车。那这是我的车吗？04号车失灵了。12月4号，我想去加油去追他，一脚踩下去，没有反应，因为已经被系统接管了。车一下就加速就冲过去，然后我就跟对面的那个车相撞。你看有下一页，有下一页，真的有下一页。3月17，手动卸载。在3月17日的时候，有10辆安装度触稳内侧板的车辆全部手动卸载完成，他每一辆都在找。对，他就是在找这个车。对，银标车现在也没有了。啊，17号真是撬开仓库门，就是为了卸载输出门。对，所以真就是为了你而来这儿的。真忙，您委托的目标曾被目击出现在有峰山。他在找这个车吗？对。所以他可以非常安全的、大方的去上仓库里那辆车。就是说，凶手只做了车祸的现场。对。那他为什么费那么大劲去把荣的车做手脚呢？对，而且他怎么能让他坐一个别人的车开走？黑的车在哪儿呢？黑车不是在车库吗？哎，那请问荣的车库是在哪儿？车库是一个地下车库，对，在后院。我们去车库看看呗，是我们从来没去过车库啊。来，我们去车库看看吧。这就是我们的车库。哎，这是车吧？黑标车。所以这就是真自己的车。打不开。那我们得拿真的钥匙才能打开啊！钥匙在哪儿？在这儿，黑标车的钥匙。它烧焦了。它有机械钥匙吗？有，那我直接用这个试试看。不行，不行。这车是黑的呀。但是这个钥匙又怎么打不开了？我们要不就把玻璃砸了？哎呦，这么猛的吗？嗯。哎，刚刚你那车钥匙能打开吗？我那是我那车的，万一呢？拿那个钥匙是不是？哦，这儿呢，找着了，给你试一下看看。试一下，试一下。这是这儿的钥匙。荣的是可以的。啊！这个行，开了，荣的是可以开的。不是，这车是我的吗？这车是黑的呀。但是这个钥匙又是我的钥匙啊。这俩车换过。啊？请问他是把这个钥匙换了，还是把车标换了方便？那个钥匙换肯定方便呀。可是钥匙是在人身上的。对，凶手去荣那儿找到钥匙更难。所以我觉得凶手更有可能是换了车标。那就是这个换过哈。有人把那标换了。有可能，这个有可能。
把车标换了。那就是这个车是我的车。对，你看为什么要给他换标啊？我有点晕。他是情绪病，就是疑神疑鬼。被迫害妄想症。哎，真会不会自己把2个车调包了呢？就是，所以他为什么放心的可以上这个车？因为其实他知道这里是黑车。就这个手脚是他自己做的。哦，所以他对这辆车其实很放心的，他觉得是我自己的车。我们坐下聊吧，坐下聊吧。来，走，集中讨论了。OK，Yes sir。侦探，他那个机关是怎么还原的？其实那个机关，对，当然你还发出来好多电钻那些东西，都是拿来布置现场那个装置的，那个装置是让刹车抵住。那个密封蜡是干嘛用的呀？密封蜡就是说甜的嘛，密封蜡。这易燃油它到哪儿了？他说，就说遇到高温就融化，然后最开始密不透风，是不是这里有那个可以点火的东西啊？易燃油放在这个里头，然后呢，当它一有正常火，它就融化之后，就油就再添一把火。那就是说为了把油封在里面嘛，是吗？对，是不是？就是说它里头肯定包了一东西，就跟那东西有一个馅儿在里头，是不是？然后一打开，然后高温一弄，它能助燃，再添一把火，就跟叫花鸡是一样的。那车标是谁换的呢？真呢？因为我在想啊，以他的心理，他是一个被害妄想症的人，他觉得这所有人都想害他。他也知道大家知道他的车是那个黑标的啊，所以他担心有人会动手脚，可是不会有人对荣的车动手脚。而且他那辆留在这儿的所谓的黑标车，不是那个银标车吗？就算被查到了也没关系，因为他已经把里面的这个有问题的软件卸掉了，所以他就完全安全了。那什么时候换的？离开的时候换了。行，现在呢，咱们还原真实行动线，就是说，真是最开始不是被您那个跟踪他吗？我一直在门口观察他，他一直没有出来。10点45出来的，我尾随他去了小树林，他打了一个电话，10点50打给了荣，但是这通电话的内容，荣到现在为止没有给予一个特别明确的回复。他讲的是什么？他问剩下的钱什么时候到账，我说钱还在想办法，让他给我一点时间，我想先看看什么料，你只要把料给我，钱不是问题。他说晚一点发给我，让我尽快把钱准备好。这是我们的完整的一个电话。好，然后这个时候呢，他挂了电话，结果他回头看见我了，他就扑过来了，把我扑倒在地，但是他的枪从口袋里掉出来了，我就赶紧抓起枪，梆梆2枪，他就倒地了。啊，当时以为没有了，然后我就慌乱地把枪上的指纹擦掉，就跑回了我的房间。后面的事情大概率就是他在11点02分的给不重要的小弟打了电话，说有一个穿白衣服的疯女人袭击了他，然后他就开始觉得自己现在等不了了，打伤以后他可能要走，于是他就往自己已经换好车标的仓库里面走，他就开着自己的车，他觉得万无一失，就开上了这条不归路。是不是？现在我们初步会认为，就是说谁做那个刹车装置给弄坏的，那个人就是凶手。对，那当然，
那也就是说，凶手会以为那辆车是我的，他要害的人是我。对，不是关键，就是谁也想杀他。你呀、我是刚刚直到了那一刻，我才知道了他是这么坏的人。那他也是要杀真，那也不是要杀你。或者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他目击过真换了车。如果没有目击的话，他动手脚应该是动车库的那个黑标车，而不是现在仓库里这个银标车。我觉得他目击过真换了车。那他怎么进车里去呢？他要想进那个车动手脚，他要得到真的那把钥匙，或者用万能钥匙。咱们现在还少一把钥匙，至始至终都没发现。所以大概率是在凶手那儿。凶手那儿。那什么时候换的？离开的时候换了。咱们现在还少一把钥匙。哦，我昨天晚上11点目睹真往外递了一个快递。啊，万能钥匙寄走了。那如果寄走了的话，凶手就只能用真的钥匙。还有一点啊，咱们就是说这个动手脚的人必须得拿到死者身上的钥匙，对吧？但是死者平时咱们都说了，他钥匙从不离身。但是今天的17点到18点，咱们有一堂公共的汗蒸课。你们今天拍了一个合照，然后里面可以看到真身上别了一个钥匙串。那我觉得只有汗蒸的时候的机会。他可能就把衣服脱了，然后是不是有人会在这个时间段去调包了把钥匙？那这个时间有谁没有参加汗蒸吗？我们俩，所以是你。集体都参加了，但是我们是单间哦。就所有人都可以离开。其实，在我的角度，我觉得现在凶手需要满足条件就是知道换车这个事儿，然后他隐藏了有偷钥匙的时间线，他也知道死者要跑，就是您去开枪跟他发生这些事情，它是一个随机发生的事儿。如果今天没有发生，你尾随他，他也要走啊。至于是不是今晚跑，就前面那个随机事件对他有没有影响，我认为不太重要。对，因为他早就弄了。对，他明天中午开车死也是死，他不可能是临时布置的。那就是说凶手早就买好了所有的东西吗？早就弄了。那他的工具哪儿来的呀？我觉得可以视为常见工具吧。本身仓库里有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有了计划之后，他去定向购买的。比如我有个计划，我昨天产生了杀机，我今天就当场买来了一个这个。那凶手是不是也是这样？比如昨天产生了杀机，今天马上买了一个大礼包，就里面又有这木块，又有这弹簧，又有这密封蜡，又有这胶水，全都有。但是如果工具是仓库里现成的，那么今天才有杀机的人也有可能。现在核排出去了，他不一定说连环谎话了。我一定是确认他死了，我才会走嘛。对呀，就是这意思。对。欣跟这事儿毫无关系。欣，我想问一下啊，因为你的那个程序是到89%，本来你的想的就是用这个，就是你原本计划失败了，已经失败了，然后你会不会有一个第二套方案？就是他有这个能力做所有的人工的，就是那个程序的那个事儿。那其实他对车，我是这样的，我再重复一下我这个系统啊。19号从10点到3月20号的上午10点，它是在电脑端是一个恢复的过程。那么在后边这个12个小时，
它卡住了。相当于我的程序是在汗蒸课之后才出现的问题。他的那个招是可信的，因为他有证据证明。我觉得锌可以排除，他来不及。那可是现在怎么卡在这儿了？因为除了他就是他了。我是有杀机的，是因为当时那一刻的时候，对你来说，你没有黑标车这个概念，你只有银标车这个概念。你可以不用知道换了车。对。但我要说一点啊，是7号的时候，我看到他进了仓库，我看见的那个车标是银色的，所以我才会对他有所怀疑。然后我18号的时候又看到那个帖子了，19号我在跟那个有问必答的事务所去拜托让我查那个佩奇，我是20号的早上才知道了，他是收了这笔钱的。总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他最后换完车没给你换车钥匙的话，就是但凡你拿着你的银钥匙，哪天闲了没事儿去仓库看一下我的车，不噔打不开，你就会发现这个问题。是的，你说的没错，但是那个车是被我藏起来的，我是不会去开那个车的。因为刚刚他说他藏起来这事儿，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那有人在威胁你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有问题吗？你不会去查好多事情吗？这个人已经威胁他说这个座椅记录使用者什么的。3月18号早上，我收到了一个匿名的电话，他是说通过那个车有一个座椅的识别，就识别出来是我开的。他会去检查自己的车上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记录，对方说的真的假的？按你这个逻辑是的，但是我并没有去。龙吧，我也觉得遇到这么大个事儿，已经被威胁500万，连往那儿走都不往那儿走，确实有点奇怪。但是我确实是觉得不是他的原因啊，就是因为他确实不知道真有没有拿到他的东西。对吧？因为你要看见那个实锤，所谓那个真相。对，而且目前我愿意是给钱的，而且我确实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实锤在。他问过他们家那个佩奇，说没有任何人知道，所以他心里对这件事情还是有点本身是存疑的。所以你现在还没法，就是说现在给他弄死，你下这个决心，什么咣叽这一下，他没有完全形成杀机。对。张吃那个被调包的那个蘑菇是吃了几天了？我从3月18号开始觉得不对的，所以我吃了3天。因为我19号就去检查了，我就知道了。所以张的计划就是用茫茫菇去毒他。你不让我认字儿，我也不让你读字儿，有点幽默了哈，有点搞笑了。而且你没有什么杀机是吗？你没有杀机啊，这个人。我真的没有杀机，我就是对等报复。对不起，没有对等报复之人，因为你是一个文字工作者，他不是。这件事情对你的伤害，特别是当你的这个迷龙少年马上就要开始往前推进到最后关键节，这不对等哎。而且你奋斗这么久了，这个是可以用他的命来换的。不是这样，因为我还没有吃够5天，对吧？你们刚才也在说我的症状消失了，所以还剩这些天，我除了报复他一下，我是不是还得努力的赶上这个 deadline？ 就我的希望没有结束啊。对啊，你现在情绪被放大了。当一个人要从根儿上灭了你的时候，你只是说我也让你几天认不得字儿，我觉得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太 nice 了吧。哦，对，还真是。我当然知道你的计划有可能，你比如说给他下5天，让他文盲了，那可能对他来说有一些报复。可是如果你不够5天了，你不能追着他，所以你只今天要。哇塞，翻转转吗？哇！其实我想变的点就是说我还有未来，我犯不上为这个去犯罪。我对他的报复不是最重要的，我现在最重要的还是把握住我人生中的第一个真正的机会，也是我的最后一搏。投票吧，投票吧！祝大家好运，侦探加油！加油！
所有人里面，何是最先清白的，因为他的杀人手法是假扮疯女人，用哑铃去捶他，他很难说在准备那些给车做手脚，所以可以把何给排除了。然后辛是不可能在自己的程序出现问题之后再去准备另外一套杀人手法。张不脱他跟百万豪车没有什么瓜葛。荣的杀机是死者勒索他500万，21号这个截止日期其实对于荣来说紧迫。浩迷的问题就是，他是唯一一个明确知道17号真撬开了仓库的锁进去，对仓库里面的车做了一些手脚。这一切发生在17号，他作案的时间是非常的充足的，所以嫌疑最高的就是今天的浩迷。张不脱呢，其实今天我觉得有点问题啊，就是他说他自己没有杀机，我不太接受他这个说法。浩迷有一个地方是可以撒谎的，就是他杀机形成的时间。浩迷，张不脱。现在我的想法是比较锁定在荣巴拉和浩迷这2个中间。那荣巴拉来讲呢，他这个钱要还不上的话，确实是比较麻烦。真手里好像确实是有他的这个证据。那么浩呢，其实他的动机也很明显，因为他是为了他的女朋友，他已经可以到了发疯的这个地步，所以他会不惜一切代价的为他报仇。那他们俩要选谁呢？啊，疯癫癫的一期，当所有的指向都指向嫌疑人是浩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就未必是他了，所以这票我决定先投给张。有很多我解释不了的疑点。从今天晚上的时间线和这个原有的计划失败，来不及重新制造一个新计划的角度来说，可以排掉何千万和欣欣。我要知道不是我自己，因为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年社畜啊。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完成我眼下的剧本。哇哦！我要。通过刚刚的那个讨论来呢，何千万跟欣欣其实已经摆脱了嫌疑了。然后从我的视角来说，就只剩了张不脱跟荣巴拉，还不太知道发生了什么。我觉得他隐藏了一些事情，我觉得所以他有问题，投他一票。嘿嘿嘿，好。作为本集的这个侦探呢，我是非常的明察秋毫，了不起，先给大家掌声鼓励。张不脱是非常的不合理，我要投他。浩迷是因为他太过于合理，所以我要投他。浩呢，因为他也来不及，因为他说他是要去调查那位女士。张不脱呢，今天玩的如果说他就是凶手的话，我就该生气了，因为他非常的轻易在挑衅我们啊。他如果说自个儿想逃脱，他是凶手的话，他想逃脱一下，他张不脱，张不脱就说他明目张胆的不想逃脱，他居然逃脱了，是不是这意思？啊！我最后发现了什么？他就是明目张胆的不想逃脱，对不对？我张不脱跟浩迷，哇塞！
我们来宣布结果吧。互联网普法综艺《大侦探》第9季第6案中，谁是杀害真芒的真凶呢？首先公布获得0票的安全玩家。这么自信吗？这么自信吗？这么自信吗？你先回去一会儿吧，我就。这么自信吗？啊？你确定没有人投你吗？除非第1票，我觉得我后面应该不可能，我们这种级别的，是不是第1票？很容易挂我，可爱挂我了，我还不知道。挂何老师吧，有一个好处，输了呢，观众觉得理所应当；万一赢了，显得你特别厉害。就有一种挂何老师有一种这个方式。这个博的想法还是挺好的。对啊，要得博一下。请宣布，获得0票的玩家是何千万。哎，还有吗？星星。我觉得谁会投我呀？啊？真有人投我呀？获得1票的玩家有真有人投我啊？容巴拉。啊！恭喜我有1票。谁会投我呀？谁投的容？对，谁投的容啊？我。我是你投的我，你投得下去？拉拉的这个更丰富一点，我投他吧。哎，就这样。因为欣欣向荣嘛。我的心要裂了，我的。欣欣向荣，写进小剧本里。剩下的票数集中在张不脱和浩迷之间。我是万万没能想到，我这个角色成扛推了。现在只有浩迷是，我觉得他能愿意杀这人。那我们就这么着吧，就浩迷吧。行了。从我的视角来说，只有张不脱，我还不太知道发生了什么。我觉得他隐藏了一些事情，所以这1票我还是投给浩迷。浩迷和张不脱互投了对方。没有悬念。侦探助理投给浩迷，容巴拉投给张不脱，何千万投给浩迷张不脱，浩迷张不脱。张不脱。何儿，你投几星了？这1票我艰难地挂给张福兰，不是特别确定，但也有可能是你吧。今天这票我要投给张包。是你。我掌握一规律，投不下去就投他吧。下去。只剩侦探票了。侦探封神。侦探封神。侦探最后1票投给的是哇，张不脱跟浩迷，哇塞！不管怎么着吧，反正我也希望这一次我的侦探是做到的，是有分析、有态度的。我要坚守我的直觉。好，我最终要投给的是浩。
浩迷。封神，浩迷4票，请进铁笼。来吧，第一次来就要进这个东西。如果是你的话，侦探就封神了；如果不是你的话，那凶手就拿走了所有金条。啊！是我自己一个人投对了吗？是的。好好奇，快吧，快吧，快快快！浩迷究竟是不是本案的真凶呢？稳定是一种境界。接下来我宣布，本案检举。放我出去！我是本案的凶手，浩迷。成功！成功！哦，真的是你！哦，真的是你！哎呀，我就犹豫了一下。哥们儿，哎呦呦，我这风衣没白穿哦。我是海粉，为什么我就成功了？哎，为什么怀疑我呢？为什么？为什么呢？人跟人之间的信任怎么就这么脆弱？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因为高段，就是厉害。祝贺投对的朋友们！谢。哎，你说说呗，你是怎么弄的呢？我只是把时间给往后挪了。我是19号的时候就收到了有求必应的。其实我19号就动了杀机了，但我没有立刻去说我就要干掉他，我还是要求证的。我其实去找他对峙了，然后我就直接问他，我说那个车祸跟你是不是有关系？他说你怎么知道车祸的事情？我瞬间就觉得啊，但跟你真的是有关系的。我还想再继续盘问的时候，其实我带着手机去的嘛，我想要全程录下来，我想要把这个作为证据，然后给警方的。但是他看见了我的手机了，再挂在脖子上了，是一下给我扯下来，就摔坏了在地上。啊，原来那么。所以我的手机是碎掉的。哦。你知道他换车了吗？我不知道换车这件事情，因为我当时看到那个银色车标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就是车主。对。我在大家所有人在汗蒸的时候呢，偷偷的溜到了他的那个柜子，然后拿出了钥匙。其实你们一直没有打开车的前的引擎盖。我打开过了。怎么了？那有什么呢？其实你们打开的话，你们会看到就是在发动机的那个机油箱，我是拿那个小电钻打了一个孔，我把易燃剂打进去了，再用那个蜡给封好。当车启动之后，它发热到了一定温度，它就会融化，易燃油就会遍布到这个整个机身。跟他说的一样啊，就是辣包油啊。辣包油。你对了。哇塞，怎么回事？所以在那个他踩上了刹车，有火花之后，就算不撞死，他也会烧死，他就会立刻燃烧。厉害！今天真的很厉害，非常好的玩家。第一次来就当这个，哇，太厉害了！累了充电，来瓶外星人。有请侦探助理送上由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投对了的才有呀！好，祝贺张有一个，然后大老师有2个，你2个。封神！别这样，我会骄傲的，谢谢各位啊！
张老师，你不准备给我一个吗？给你，都给你。喂，我这么着，我把它打成笼子里头其中一部分，好不好？然后给你融进去。拿那密封蜡给你封进去。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独家冠名播出，累累冲冲店来瓶外星人，谢谢外星人电解质水，谢谢。下载百变大侦探，随时随地来探案。本节目由社交推理 APP 百变大侦探赞助播出。用动感地带芒果卡解锁会员花絮内容，破解更多谜团真相。下一案见喽！再一次欢迎浩浩，欢迎浩浩多来玩了，玩的真的不错。好，走吧，走吧，好，走吧。再见，再见。哎，就这么走了。你好，我是新来的瑜伽老师荣瑜伽，请问在哪里办理入住？这里好漂亮啊！大白办真相，欢迎来到大侦探合议庭，我是小七齐思君，欢迎我们的郭慧法官，小七好，和小南法官，欢迎两位。同时呢，我们今天也要隆重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合议庭的华东政法大学文学教授杜素娟老师，欢迎您。这次的案件呢是发生在 M 市周边有一家高档疗愈民宿的有风小院里面。来到这里的客人呢，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大家的生活当中，或多或少都会被身边的情绪所控制。大家在这里来寻求一种心灵的慰藉和情绪的解脱，但最终一场命案打破了这里的平静。所以本期的合议庭，我们将会从危害公共安全的交通肇事罪聊起，来探讨路怒症、玄学经济下的骗局，以及社会压力和情绪健康等话题。在探索案件真相的同时，以案析法，与法同行。合议庭第6案现在开庭。通过正片，我们也了解到，真将未通过安全测试的系统呢，擅自安装在了待销售的汽车之上，结果酿成了不可挽回的局面和悲剧，阴差阳错的来到了有风小院，招来了杀身之祸。那通过案件还原，我们得知，在本案当中，一共有3人对真动了手，而最终导致真死亡的原因是由于浩在真的汽车上动了手脚，最终导致车辆失控，并且出现了意外后失火。现在我们还是请法官们对于有关的行为进行一个定罪和量刑。好的，这个案子呢，也是一起典型的故意杀人罪。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这3个人，他们之前没有犯意联络，3个人没有商量，没有串通，不是一个典型的共同故意犯罪。3人呢，分别独立构成故意杀人罪，均应当承担故意杀人的刑事责任。造成真死亡的直接原因是他所驾驶的汽车呀，因为被浩动了手脚，最后因为刹车装置失灵，导致真发生了车毁人亡的这么一个事故。所以说，浩应当是对这个真的死亡啊，应该承担最主要的一个刑事责任。但是3人呢，在没有犯意联络的情况下，分别又各自构成故意杀人罪。只是在刑事责任的分担上会有一定的区分。明白。但是中间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在这个故事里面，和他伪装之后呢袭击真，并且在打斗之中呢抢夺了真的枪，击伤了他。就这个行为，这会算是比如说正当防卫也好，还是怎么定义这个行为呢？首先我们应该对正当防卫的概念啊，有一个明确的认知。正当防卫指的是被侵害人正在发生他的人身财产被犯罪行为所侵犯，这个时候他才可以采取正当防卫的手段。如果没有受到侵犯，
或者说双方是处于一个互相侵犯的这么一个过程中，就比如打架斗殴的这么一个情况，你不存在说这么一个正当防卫的认定。在这个里边，首先是何是伪装袭击了真，真在这里边实际上是受害人，针对于何的袭击的反击，它是一个正当防卫。在这个过程中，何可能因为体力不支导致他在了下风，并不是说在下风他就有正当防卫的权利，何显然是不应当享受到这个正当防卫的一个法律保障，他就是一个典型的故意伤害或者是故意杀人的行为。因为这个案件最初的起因其实就是一场车祸，而且这个车祸的原因还是因为何与荣因为路途过程当中互不相让，结果开车斗气，最终造成了一个交通的事故，而且也导致了浩的未婚妻的去世。而在这个事后，荣为了逃避他责任，让他的助理呢为其顶罪。在整个过程当中，这些当事人他们又会分别涉及到哪些罪行呢？不仅仅是在故事中，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路怒症的行为呢也是层出不穷。虽然在法律上对于路怒症的行为没有明确的规定和概念，但是呢，根据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客观行为和对于公共安全的危害程度等等，可能涉及到多个罪名，比如追逐竞驶、相互别车，但是没有造成人员死亡或者是这个财产毁损的情况，那就有可能构成危险驾驶罪。如果这些违法驾驶的行为造成了人员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了重大损失，则有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如果这些行为发生在闹市区，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安全造成了影响，则有可能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当然，如果同时符合两罪的构成要件，则应当认定为想象竞合，从一重罪论处。这个道路交通安全的犯罪，这一类犯罪呢，主要是规定在刑法分则第2章危害公共安全罪里边。它这些罪名，它的行为方式主要都是危害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财产的安全。因为道路它是社会公用的，任何一个人他都有权去利用这个公共道路交通。没错。那么你如果没有遵守相关的道路交通安全的法律法规，就有可能触犯相应的罪名，比如刚才肖法官所介绍的危险驾驶罪，还有刚才你一开始提到的交通肇事罪，这也是比较常见的道路交通安全犯罪。驾车在街上横冲直撞，就有可能构成刑法规定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个罪呢，最高是可以被判处死刑的。除此之外呢，荣为了逃避责任，在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呢，让他的助理顶罪，可能构成妨害作证罪，而荣的助理呢，则有可能构成包庇罪。就是大家提到的路怒症，近些年来非常常见的出现在网络上的一个词语。但是对于这个路怒症的定义究竟是什么，而且说我们应该怎样去看待路怒症，其实也要问一下我们杜老师，您怎么来看待路怒症这件事情？路怒症啊，是一个自从人类发明了汽车以后，它先是在西方出现的一个概念，就是你汽车时代人这个驾驶行为当中出现了一个人的一个情绪的一个状态。但是为什么现在在咱们这个社会当中，这个路怒症它变成了一个很焦点的一个词汇呢？我觉得它的原因是很多的，就是首先一个跟整个社会的一个普遍的焦虑的状态是有关系的。我们每一天过的日子，然后都处在一种高效率的一个运转当中，于是我们会发现，我这个驾驶行为在路上，我要么就是遇到不愉快的那个路况的时候，要么就是遇到了不太好的其他的驾驶员的驾驶行为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就会非常容易被点燃。那这个就是一种普遍的一种社会焦虑心态的这么的一个表现。在驾驶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会假设旁边的一辆车的里面的司机出现了一些妨碍我的一些行为啊，我就觉得是他素质很差，然后我也觉得他有恶意。那驾驶这种很敏感的一种互动，那就非常容易激发我们的一个想象，这个情绪就非常容易被点燃。它就不是一个驾驶员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目前整个社会当中，我觉得出现的一个普遍情况。是
被车一别，然后他立马开始生气了。对，反而像是一个开关，一下子把他内心那个负面的情绪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但它是个镜子，它把我们社会的道德状况、人际关系很直观地呈现出来，所以这个就是会造成路怒。它还有一点，我觉得也值得我们思考，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各行各业竞争特别激烈，对，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在这个遇到和他人的一个关系的缔结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被激活竞争意识，而这个驾驶行为呢，又非常直接地激发我们的竞争意识。它其实是一种本能的竞争意识。是的，其实你看路怒症，它背后反映出来的问题，不单单是拿方向盘怎么开车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反而是它背后影射了很多内心的情绪也好，内心的压力的体现也好。但是我们说回到，如果我在路上真的遇到这么一个情况，产生了冲突之后，首先我该怎么确保我自身的利益和自身的安全？这其实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也请法官给我们科普一下。如果在开车的时候遇到了路怒症的司机，第一，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稳定自己的心态，是，更不要因为这个斗气相互别车啊。第二呢，我觉得可以适当的减速让行，但是注意让速不让道，这是一个原则，避免造成更大的交通事故。第三，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留存证据，可以用行车记录仪录下对方的行为以及车牌号。之后呢，联系交警进行举证，配合交警调查。从汽车发明以来到现在也100多年，每一条安全规章制度背后一定有无数次的交通事故，无数个血淋淋的生命来总结提炼出来的。所以说我们要有敬畏之心。我们每个有驾照的人都会去学交规，对，都要参加考试。我们参与到这个交通运行中啊，它是一个互相协作的一个过程，就等于是我做出承诺，我要参与到这个协作过程中，不能把它看成零和博弈。在未来，比如说从法律的角度，从立法的角度来说，法律上面可以有哪些更加改进的方式，让大家更好的去保有这个安全的这样意识？您觉得未来有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我觉得一方面还是要加快交通建设，从物理上去缓解交通拥堵问题。是的。另一方面呢，我们要对这个路怒症演变而来的违法甚至是犯罪的行为进行严厉的打击。同时呢，可以在这个社区啊、路面设置一些显著的教育警示标语，比如亲人两行泪啊这样的，也是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这个文明驾驶，提高法律意识。那杜老师，您觉得我们从情绪内心的上面如何更好的去看待这件事情？第一点啊，当然需要法官们去普法，还是要让很多路怒，首先要让承担一些后果，然后我们再能够提升这个自我管理。一个是向内管好自己的情绪，就是不要让自己做一个很容易被点燃的人。第二个呢，就是向外的话，我们还是要建立一点点对他人的一个角度吧。就是我假设对方他有不得已的原因，那么我把那个愤怒转变成一个怜悯或者体贴。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是人之间这个路况上的驾驶的这个理念，我们要重新建立。我们共同拥有这一条公路，我们在这个公路上还是个合作关系。大家互相合作的话，这个道路会更畅通。如果互相搞的话，我们都知道没有合作，无论是做工作还是开车，它一定是你欲速则不达。是的，不管是在道路上，在所有的公共环境当中，我们多数的时候都是一个合作的关系。只有我们共同合作，才能使得整个路面的状况也好，公共环境的状况也好，让每个人都能更加的舒心，这非常的重要。那当然，在这次的故事当中，你看，除了刚刚我们讨论路怒症之外，还有一个近几年来占卜也好，疗愈也好，这些话题其实越来越多的人会关注这些内容，而随之也开始产生了一些犯罪行为。所以我们还是先请法官介绍一下，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伴随着这样的一些热门话题的诞生，会有哪些可能产生的犯罪行为？目前我们对心灵培训、灵修等呢，在认定、监管、处置方面呢，存在一定的难度。主要呢是从具体的人身伤害啊，这个非法聚集啊，还有经济犯罪等方面呢进行打击。接下来我们将逐步建立和完善正规的资格培训认证机制，将一些经过科学验证、真实有效的疗法剥离出来。同时呢，要强化媒体宣传和警示教育，
加强对国际身心灵类邪教的鉴别和向国内渗透的信息预警。明白。现在玄学经济这个词儿呢，我觉得从去年开始做节目的时候就开始提及起来了，大家好像开始花更多的精力也好，或者是钱财也好，用在这上面。就是这样的一个玄学经济，它会反映了个怎样的市场需求，而这样的市场需求又会反映出一个怎样的社会的背景也好，或者心理状况也好，这一点也要问一下杜老师，您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首先，第一个，咱们现在社会的那个不确定性太强了。因为高竞争的社会当中，有的时候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心理的副作用，就会觉得，哎呀，未来是不确定的。在不确定的情况下的时候，人很容易去想，有一些什么样的特殊的一些法术，我可以预知未来。这个是一个，其实是刚才我们讲的社会焦虑情绪的另外一种折射的一个方式。第二个呢，可能我们现在竞争激烈，生存不容易，然后我们在生活当中，面临的选择性的困难会很多。当我们不知道该怎么选择，然后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人是很需要一种暗示的力量。年轻人他非常容易追逐这个玄学，是因为他的资源啊、生存经验啊都还不够的时候，比如说他要考研了，他其实心里面没底，他去占了一卦，这一卦就很重要。那一卦说，哎，你虽然有小波折，但是你能考上，回来他的效率会提升。考试的时候下笔如有神助，他觉得是那个占卜得来的效果。其实是心理暗示，像这样的是有好处的。就是大家每一个人都会给自己找寻一个内心的力量。对，我就很有兴趣问，像法官们这么理性的一个群体，你们会怎么看待这个？这些东西更多的是一种心理安慰。我们把它用作情绪蘑菇来安抚自己，但是这种玄学是一种正向心理建设、有益的心理暗示。但是你如果拿来去骗财骗色，或者说是影响到了别人的正常的生活，影响到社会的正常运转，那么显然这就属于这个封建迷信，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甚至你可以把它视为一种破坏法律实施的一种违法犯罪行为。今天我们聊了路怒症也好，然后聊了这个玄学经济也好，第一，我们不希望它会给大家带来伤害，我们把自己哄开心了，但是千万不要就是走路一个歪路，或者是说被人以这个为由头受骗，这是的确是我们大家在这里通过科普的方式，希望大家不要上当受骗。但是我们会发现，今天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情绪上面。所以说，最后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在这方面的情绪上面，我们该如何去看待这样的问题，以及大家怎么来理解情绪对我们每个人的影响。我觉得情绪是什么东西啊？它情绪有点像咱们这个身体的痛感一样，情绪也是一种另外一种痛感。这个事情让我不舒服，或者这个事情很扎心，或者让我感到很危险、有危机，哎，我就有情绪了。就他告诉我这件事情不对，它是个自我保护的一个功能。我们首先说不能要求人没情绪，像现在社会上有一个说法说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我觉得这个很难。我们其实有的时候还对自己要宽容一点，情绪是正常的，我们的重点不在于没情绪，而是在于咱们要能够正确的引导自己的情绪，我顺着情绪找到问题，要看情绪背后的东西，我去把问题解决掉，我的情绪自然就消减了。这个是我比较理性的一个解决的方法啊，就是从情绪去顺藤摸瓜找问题。另外一个呢，有一些我找到问题了，我暂时不能解决，我觉得也要允许人们发泄一下。所以发明一些或者说给自己设定一些适合自己的情绪发泄的方式也很重要。那两位法官，你们怎么来看待情绪的问题？特别是在你们的工作当中，其实你们会见到或者遇到更复杂的情况下，如何来面对这样的情绪？首先啊，我们的职业道德、职业规范就要求法官必须是秉持一个中立、客观的这么一个立场，去倾听原被告两方的意见，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和证据，然后再结合法律的规定，依法作出裁判。好像我刚才这么介绍，法官就是形式上来讲就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法律工具，这是你工作的这种立场要求。对，但实际上法官也是人，我们一定也会有情绪。是的，但是你不要让你的情绪影响到你的判断，特别是不能因为你的情绪影响到公正裁判。我们看到一个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作为一个理性的正常的一个社会人，怎么可能对他不会产生厌恶憎恶的心理？但是他既然被严格按照刑事诉讼程序
经过侦查、起诉、审判，那么我们就要根据法律的规定，根据他所犯罪的犯罪事实，依法作出他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就是依法给他定罪量刑。我记得有位检察官曾经说过，我们办的不是简单的案子，是别人的人生。这个人生不仅仅是被告人的人生，还有被告人背后的亲朋好友的人生，还有被害人的人生，那些被损害的、被侮辱的人的人生，这都是要在整体的法律框架下，我们严格的依照法律事实，不要让我们的情绪左右我们的判断，最后依法做出合法、合理、公正。所谓的我们的裁判要符合国法、天理、人情这样的一个裁判，他是一个合格的法官。但我想呢，人总是会有所缺憾，都是不完美的。但我不要让自己的残缺，不要让自己的不完美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其实我觉得我们首先要正视自己，就是每一个人，我觉得他都是不完美的。正视了这个问题以后，就要和自己和解，才能更好的去解决面临的问题。是的。所有关于情绪的问题，它永远不是说你今天解决了之后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它好像是永远会伴随着我们的生活不停的出现。所以我们该如何正确的一直去面对这样的问题呢？一个怎样的心态或者状态来迎接它呢？有一个概念就是让我们的情绪啊有柔韧度，就是说第一允许它发生，但是要对情绪有一个分析的能力，我能够分析我为什么这会儿情绪会出来了，这个分析的过程就是情绪的柔韧度。也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点点的感受。一个是管理情绪的技巧。法官做事情一般我们都是有计划、有章法，今天要干什么，甚至是本周要干什么，一般都会提前规划好。生活显然不会一成不变，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临时的变化。我临时要决定做一个事情之前呢，你停一停，甚至有的时候你要发火了，停一停，5分钟以后，你可能你的怒火就下去了。分散一下自己的注意力，不要让自己情绪一下子就点着了。对，我听下来就是把那个情绪啊，行为爆炸的那个过程把它拉长，过程拉得越长，你那个行为爆炸的可能性越小。那当然，我们有的时候也有可能有一些情绪没有办法就是延缓。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发泄，正确的发泄也很重要啊。是的，今天我们聊了很多，我们从这个案件衍生出来的其实是内心我们对于情绪如何去控制、如何去处理。所以今天我们的案件聊到这儿要暂时结束了。当我们面对纷繁众多的世界的时候，我们要一边学会正确的去发泄自己的情绪，一边还要学会自己整装待发。而且当情绪来的时候，让情绪飞一会儿，然后让自己稍稍停顿一下，我觉得也是没关系的。这才是我们能够在面临生活琐碎的人生路上继续披荆斩棘的方法。毕竟内核稳定它其中的含义也包含着对于坚强的向往。那么再次感谢3位老师带来的分享，谢谢大家。那大侦探何以婷，我们下一期再见。再见。大侦探9联合微博共同发起大侦探全民普法课堂主题活动。本季大侦探全民普法课堂再度升级 3.0 模式，和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7所国内知名政法高校共同诚邀全网观众一起分享讨论节目中的法律知识，以及日常生活中容易忽略的法律常识，推动全民普法教育。上微博带话题大侦探全民普法课堂大侦探，发布相关视频、图片、文字，分享日常生活中容易忽略的法律常识，或观看大侦探何以婷特别节目的观后感，即为成功参与。优秀投稿将有机会在大侦探9节目片尾中呈现。我觉得虽然这个剧情啊是有些夸张啊，包括有一些桥段是有一些 drama， 但是事实上确实这些真实的呈现了现在我们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大家的情绪的问题或者是困扰，而且呢都有讲到一些比如说时下的一些痛点。毕业之后怀揣着梦想，但是被现实所迫做一些不痛不痒的工作，然后还没来得及实现梦想就老了，就被替代了，拼了命的想最后一搏，挺让人难受的。因为其实这些是一些很普通的年轻人或者中年人，他们的这种崩溃的精神状态其实更让人揪心。因为这个社会跟世界总在告诉你，你一定要够努力，
够厉害，然后才能成为谁。就是说，我们因为被这些所谓的成功啊，还有所谓的这些鸡汤被骗出去之后，我们再找回自己就要找好久，才会找回来自己以前到底是喜欢什么、想什么。我印象当中最深的是大侦探说的一句话，他说：“你觉得疯吗？你觉得癫吗？这不就是人生吗？这不就是日常发生的事情吗？只不过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或者没有把这些事情集中的摆在一起讲。”他说：“哪个事情不是现在正在发生的呢？”所以我觉得这一集其实讽刺性很强，我们一起变成一个奇怪的人。就是说，这个世界看我们都奇怪，对不对？不重要，重要是在于如果我们在一起，我们就奇我们的怪。我喜欢这种态度。剧情里面有一些很疯。好像在发疯一样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每一个年代的年轻人都有每一个年代的年轻人发疯的方式。你觉得这个东西它非常有意义吗？它没有，但是它非常的疯狂。但是我们心里很多时候都有一些情绪是需要去疏导的。我们都不是圣人，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控制自己的情绪。其实你能做到的就是正视他们，然后去面对他们，去处理他们。我觉得其实今天这个本子有一个很好的在讨论的点，就是情绪这个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有情绪上的不同的点，但是一旦当可能某个事件还是怎么样的把你东西放大了之后，我们其实应该要学会控制住，把它给收回来。我觉得其实生活中每个人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和合适的途径去跟他相处吧。不要做一些就是太超过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情，然后让自己走向一个极端。我对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我尽量的能做到一些我自己认为是合理的方式去调整自己的情绪，不是像龙巴拉在这个故事里面会其实是让大家去压抑自己的情绪，或者是用一些莫名其妙的不合理的一些方式去化解这个情绪。我觉得就不要把自己的这个情绪过分的夸大，或者是特别轻易的就给自己下一个定论。你要找你信得过的、科学的、正确的方式来给你灌输对的思想。因为有些话听起来好像很容易被你就是踩中你，被你共鸣，它真的对你有帮助吗？听起来很爽，它真的能够疗愈你吗？我觉得是需要去思考的。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微博官方账号“大侦探”官微，查收节目惊喜名场面。上微博搜索节目“大侦探”话题页，参与更多精彩互动。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深度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新社，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新闻客户端合作平台凤凰新闻，特别合作网易有道词典、美图秀秀、WiFi 万能钥匙、讯飞输入法、怪兽充电、火山人密室、Mr. X 乌有岛密室。媒体合作：中国青年网、中国新闻网、国际在线、北青网、红网、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